最近有艺人被爆料过去性骚扰的丑闻事件，你会担心这一些一级的演艺人员因为性骚扰的丑闻事件没有好看的电视节目可以看了吗？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你有这样的担心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性骚扰事件中另外一个大家不太重视的相对人的问题。相对人的问题对于社工来说，是指我们在执行业务时是否有伦理议题的产生。请看这一集。如果你是社工伙伴，对于伦理不熟悉，请务必看一下这一部影片，因为社工师考试伦理题目是经常考的，医务专科社工师伦理考题也是会必考一题。我们开始吧。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没有判刑的人也不能说他是个犯人，所以我们就用相对人这个名词来代表受害者的另一方。最近有关于台湾艺人性骚扰指控，这些指控应该都被认真的调查和处理。任何形式上的性骚扰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必须要给受害者提供支持跟保护。不要忘了，相对人可能已经被我们的舆论钉死在罪恶的高墙上。性骚扰相对人在事件曝光之后，可能会有各种的心理反应。这些反应可能因为个人的情境有所不同。以下是常见的心理反应。第一，羞辱和后悔。相对人可能感到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跟后悔，意识到他们对于他人造成的伤害，所以有可能产生退缩，逐步出户的与社会断绝往来。对于名人来说，因为有记者在家外守候，很容易的就断绝与社会的互动。第二，自责跟内疚。相对人可能开始自责，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行为是个错误，并且感到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感到内疚。第三，恐慌和焦虑。被揭露后，相对人可能感到恐慌和焦虑，担心他们的行为将对他们的形象、职业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经济生活会面临困顿，准备坐吃山空。第四，自我保护和辩解。有些相对人可能会试着保护自己，采取辩解的态度，发动法律的防护网，试图减轻他们的责任或贬义指控的严重性，减少部分没有证据的恶意攻击。第五，接受责任和改变。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人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且接受责任。他们可能会寻求辅导、教育或心理治疗，以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和观念。如果你是相对人，或是有相对人的朋友，可以透过4A 的法则来转化自己的状况。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可以透过下面的4个步骤，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境。第一个 A 是断绝不必要的压力，消除目前环境中不需要的压力。对于压力说不，关闭你的电视、手机的视频，
不要接触有压力的媒体，封锁不必要的电话和号码，只留下可以能够理解你的联络人。第二个 A 是适应现况，无法改变现况，就只有接受它，想办法与它和平相处，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调试自己。第三个 A 接受事实，想象大局，能够接受现况，在现况中找到自己的一个优势，或是自己可以容身的一个小小的空间，给予自己一点未来的想象，就算是幻想也不错，让自己有一些动力。第四个 A 采取行动改变现况，最后一步就是调整生活作息，减缓或者适应压力，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再慢慢的站立起来。这个跟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处事四态度名言，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有异曲同工之妙。遇到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通常要用这四个态度，或者是这个四个层次来处理。第一，就是面对它；第二，接受它；第三，处理它；第四，放下它。但是请注意，放下皆空时，请一定要走出来，不要站在原地。为什么大家一路骂相对人的同时，为什么安社工要提出相对人的处遇观点呢？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因为避免产生暴力的循环。一些加害者创伤压力的症候会导致其他的一些暴力行为，愤怒的爆发会导致家庭的暴力、街头的犯罪，而感情上的麻木、分离和他人的隔阂，以及更多的冲突的参与，或者是他对人暴行的冷漠等等，也都可能会对于此有影响。另外，心理创伤导致的药物滥用，也可能和暴力行为有相当的关系。在台湾过去有零星的 Me Too 事件，但是现在的 Me Too 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社会文化对于个人的权益开始重视，但是请大家要小心，在我们墙角的一群相对人，是否会造成未来社会工作者另一群的服务使用者？在目前的社会当中，政府倾力于协助被害人的照顾上面，对于非义务教育的相对人的处理，仅仅只有负担民事赔偿责任、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好像我们把犯人关起来，说实在的，教化、感化、矫治等在机构进行，只是进行自由权的一个约束，就好像真空包一样，一旦解除了约束，就又会恢复原状，并没有真正解决性骚扰相对人的根本问题。很抱歉，在目前2023年，台湾没有一个单位真正处理性骚扰的双方。不要说单位了，就连一个方案都没有。当社会大众的舆论声量让相对人没有空间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时候，对于医务社工、精神科、身心科医师及心理卫生社工人员来说，都是另外一个灾难的开始。
另一个全新的服务。大家一起踹地蛋，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